沙漠玫瑰花少或者无花。沙漠玫瑰花少或者不开花的原因，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光照不足，但其实我们往往容易忽略的却不是光照，而是另外隐藏的3个原因。相信很多人也经常犯这些错误。误区1：大盆养小花。大盆养小花，解释一下就是，明明沙漠玫瑰植株很小，却用了一个大花盆来养护，而沙漠玫瑰对水分需求量不大，如果用大花盆来养护的话，浇透水后，花盆中势必会造成底部的水分较多，如果根系还没生长到这里的话，就无法吸收到水分，长期下去，植株必定会养分不足，没有足够的水分，想开花就是异想天开了。更严重的是，盆土长期处于潮湿状态，久而久之，别说开花，烂根甚至挂掉都极有可能。所以我们养护沙漠玫瑰时，一定要选择合适大小的花盆，以植株到花盆边缘4厘米以内为宜。有的花友可能纳闷了，我的花盆也不大，光照也充足，怎么还没有花苞呢？误区2：马上开花。其实沙漠玫瑰开花还有一个认识误区，那就是花龄。虽然沙漠玫瑰的小苗也可以开花，但是如果是扦插苗，本身根系不发达，养分储备不足，那么就比较难开花了。即使买的不是扦插苗，而且养工非常厉害的话，当年或许可以开花，但通常情况，小苗都需要养护1到2年才可以开花，所以想要看见花开，要有足够的耐心哦。误区3：错误施肥。如果在沙漠玫瑰要开花的前期，一般都是5月份，补充的肥料是氮肥的话，那么就造成磷钾肥比例失调，而出现徒长。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枝繁叶茂，但就是没有花。所以最好的施肥方法是在4月下旬要使用磷钾肥，促进沙漠玫瑰孕育花蕾。你有没有上面的认识误区呢？有的话请回复1，没有的请回复0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上面是介绍的沙漠玫瑰花少或者没花的原因，除了这个困扰外，你有没有遇到过沙漠玫瑰黄叶、卷叶、落叶的情况？千万不要忽视叶片的这些现象，这些问题的背后原因很可怕，只是我们还没读懂这些语言。其实叶片的不健康只是一个表象，一定要找到深层的原因，彻底解决后，沙漠玫瑰才会长成大象腿，腿上开满花。那具体是什么原因呢？今天花花就来一条一条的解释一下。这个里面有很多误区，你每一条都看完的话，相信一定会找到属于你的养护秘籍。沙漠玫瑰叶片问题汇总。1、沙漠玫瑰为何出现叶片卷曲？沙漠玫瑰的叶片是单叶互生，一般为倒卵形或椭圆形，比较舒展。若是出现卷曲，一般来说有2方面主要因素，那就是浇水或施肥不当造成。1、过于干旱造成卷曲。沙漠玫瑰根茎部膨大蓄积养分，性喜高温，极耐干旱，然而不耐水涝。浇水一般是土壤较干才浇水1次。不过作为盆栽，在生长季节需要合理的浇水，保持土壤湿润，保持充足的水分供应，才能花繁叶茂。如果忘记浇水，或者以为沙漠玫瑰耐旱，就很少浇水。如果在盛夏季节，蒸腾作用大，水分蒸发快，补充不及时，就会使得叶片迅速脱水，细胞脱水就会出现卷曲。正确的做法是，发现叶片卷曲，要及时补充水分。如果是高温季节，先把沙漠玫瑰搬到阴凉处，然后等温度降到室温，然后用静置的同温的水进行补充，一般第2天就会恢复如初。2、施肥不当造成卷曲。沙漠玫瑰叶片卷曲的另一种原因，还有可能是缺肥或者浓度过高造成。如果叶片缺少钙元素或者钾元素，也会出现卷曲，同时伴生的还有叶片出现黄斑之类。如果肥料浓度过高，叶片同样也会卷曲，不过此时会出现焦边现象，因而要区分一下。正确做法，如果长时间没有施肥，叶片卷曲并有轻度变黄现象，那么就需要补充磷钾肥，可用磷酸二氢钾或者丙肥水追肥，10天左右1次，薄肥勤施。若是施肥不久出现焦边，那么就是肥害，需要停肥，然后用清水稀释浇灌，加强通风措施，缓释肥效。3、如何分辨是干旱还是施肥造成叶片卷曲？这个从表面现象很容易区分。首先，如果土壤干裂，内部过干，那肯定是干旱造成。
如果土壤湿润，那可能是施肥造成。另外还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缺肥的话，叶片卷曲先从老叶开始；如果是干旱的话，叶片卷曲从上到下，也就是新叶开始。2、沙漠玫瑰掉叶原因。沙漠玫瑰掉叶也有多种原因，有的属于正常现象，有的则是养护不善导致。1、品种不同的正常落叶。沙漠玫瑰有很多品种，有的品种是花叶聚茂，有的则是开花落叶。比如多花型的沙漠玫瑰，在夏天开花的时候，叶片大多数掉落，花期后又开始长叶，这是正常现象。2、环境变化引起落叶。不少花友是从网上购买的沙漠玫瑰，10几元就是一株，然而由于长途运输，并且不少是裸根发货，因而难以避免根部受损，或者叶片受损，或者因为两地温湿度不同造成适应困难，此时出现落叶也很正常。正确做法，建议收到沙漠玫瑰植株后，首先检查根部，对病枯根进行处理，适当消毒后上盆，暂时放置到阴凉处养护，尽量不要去频繁搬动，让其适应新的环境，一般1个月左右就会正常生长。3、土壤积水造成落叶。这个是大多数沙漠玫瑰落叶的主要原因。多肉植物最怕的就是土壤积水，一旦烂根就会出现腐烂病，有时候很难救治，造成整株死亡。不少花友肉友一旦入坑，刚开始都会充满了热情，只怕花卉缺水，因而频繁浇水。另外，因为对土壤干湿度把握不好，也会浇水过多，或者因为土质造成积水。而这些直接的后果就是使得沙漠玫瑰的根系出现呼吸困难，很难正常输送养分和水分，于是表现在上部就是落叶。正确做法，首先在配置栽培机制的时候，要选择疏松透气、排水便利的沙质土壤，不要用粘性土壤。其次，浇水原则是不干不浇，浇则浇透，同时观察有无积水现象，若是有积水现象，并且出现叶片萎靡，就应该进行翻盆处理。最后就是放置位置一定要通风，不能很多花木拥挤在一起。4、冻害造成落叶。虽然现在是夏天，可是要注意冬天的养护。沙漠玫瑰性喜高温，不耐寒，生长室温25至30摄氏度，冬天温度低于10摄氏度就会出现落叶休眠现象，因而冬天温度过低造成落叶是正常现象，甚至有的花友故意让其休眠，不过低于5摄氏度就有可能受到冻害，因而尽量不要温度过低。5、光照不足或者病害造成落叶。除了以上几种情形，还有光照不足或病害也会引起落叶。沙漠玫瑰属于阳性植物，长期在半阴处养护，就会枝叶萎靡不振，很少开花，因而应该在阳光充足位置养护。另外，病虫害也会造成落叶，这需要具体观察，然后有针对性的处理，不过这类情形较为少见。3、沙漠玫瑰黄叶的原因。沙漠玫瑰黄叶主要是养分供应跟不上。沙漠玫瑰因为花期长、花量大的原因，对养分的消耗也是很大的，并且即便是夏季高温时候，它也很少有休眠的期间，并且春夏2季其沙漠玫瑰生长的旺季，对养分的需求会更高。如果是长时间没有给沙漠玫瑰施肥，养分的供应自然是出现了不足的情况。在这个消耗较大的事情，它吸收不到需满足生长的养分，自然是不足以维持花开还能旺的需求。花落是它为自保首先会出现，其次就会跟着叶片也萎靡变黄。解决办法，首先可以先摘掉已经过分叶黄的叶片，接着给沙漠玫瑰补充些养分，给盆土施肥。在这个时候有点过慢，很难在短期内改善目前的生长状态，所以建议是在修剪的伤口愈合后，给它喷施磷酸2氢钾。注意，喷施的具体时间需要等到盆土干燥的时候，在傍晚太阳下山后的时间进行。到了第2天早上时候，可对其盆土和枝干进行1次浇水和喷雾。要注意的是，沙漠玫瑰的生长季主要是在春夏时候，有必要给它施肥；秋冬则是它的休眠期，需避免施肥。结语：沙漠玫瑰叶片出现掉叶、卷曲和黄叶现象，基本就是因为以上的3种情况。如果着急处理，可根据以上的处理建议。假如并不着急，只要适当的调整养护的手段，改善沙漠玫瑰的生长环境，它
配合一定的恢复时间，也是可以让它再次花开爆满的。以上就是关于沙漠玫瑰叶片卷曲和落叶的一点经验和处理措施，希望能对新的花友肉友有所帮助。如果有错误或者疏漏，欢迎指摘。如果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